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，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替的全家报仇。我要他离开京城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娘，我没做错吧？志农，你来看，这花儿很罕见，它长成后，根茎可以入药，花和种子却有毒。谁？二公子，你为什么还没走？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，还不能走。不怕我告发你吗？怕。所以我今日前来，是要杀你灭口。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帮了我，我就会允许你杀我爹，你死心吧！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二公子，你看，这坟上是不是只有这种花？坟上开花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在林中的其他地方还见过这种花吗？它叫独岭南星，整株有毒，为何偏偏这种毒物只长在你娘坟上，还如此茂盛？或许是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种子吧。独岭南星是南诏州特有的毒草，是飘不到京城来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要么是有人将它特意种在你娘的坟上，要么就是坟里的尸体本身就带着独岭南星的种子。不过你应该清楚，前者几乎是没有可能的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猜的没有错，你娘应该是被他毒死的。不可能，我娘就是生病去世的。她走之前，我整日整夜陪在她身边，没有人能下毒。独岭南星虽比不上砒霜的毒性烈，但以它的花毒，每日服用一点，长年累月积攒在五脏六腑里，到了某一天，人自然就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需要二公子将令堂的遗骨请出来，便能查个分明。你要我挖我娘的坟？二公子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也许毒害令堂的，就是你一直最敬爱，也最意想不到的人。藏海，你畜生！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？这个事啊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你为了杀我爹，就要挖我娘的坟，你为达目的捏造谎言，你丧心病狂！那我问你，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陵园的东南面，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还如此的简陋？她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？你闭嘴！最重要的是，你娘去世这么久，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她？为何？啊！你还欺负别人？看这画，是不是如我所说？你若是不信他有剧毒，你有没有胆量将它吃了？
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滚！明日祭祖的时候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瞄准！剑要沉，手要稳，慢慢吐气。射！我射中了！好，星儿，来喝点水。娘，你说过，射中了晚上给我分素果馅吃。 就你嘴馋，只知道吃，不给吃的便不好好练骑射啦。这小子有我当年的胆魄，侯府下一个将军就是他了。你以后得好好替我盯着他练习骑射，别让他偷懒。我可不像您能带兵打仗，怎担得起如此重任？还是您亲自教他吧。行了，继续。 侯爷、夫人，车马已经备好了，下人们提前到陵园，准备祭拜的香烛贡品了。围猎的东西都带上了吧？都带了，放心吧，夫人。父亲，你今天可够早的，祭祖是大事，儿子不敢迟到。有这心就好。今日没看到臧大人，他不去吗？他身体不适。 罪已经告假了，赶紧出发吧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知行，别误了祭祖的时辰。那我路上跟父亲说。哎，知行，路上我与父亲有公务要谈，你的事儿，不妨到了再说吧。 檀木凝香，庆心悠长，定国安邦，祖德贤良。玉杯佳酿，琥珀之光，净手而酌，报恩祖方。列祖列宗，不孝子孙装奴隐，携家眷前来拜祭。侯府家宅安好，妻贤子孝，望列祖列宗英灵保佑。拜，行，再拜。
成。侯爷，祭祀的贡品都沾了先祖的福气，吃了一头好。嗯。侯爷，这些点心在外面放久了，刚才启风已经沾了灰，让他们重新做一份吧。把香灰包起来，带回府里埋上，也算是有意头了。就听夫人的。这花是哪来的？奴婢不知。夫人，这花有什么不妥吗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赶快丢掉。是。爹，又怎么了？你很久没有去看娘亲了。自她离世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她。一会儿，我要去猎场狩猎，你不是不喜欢狩猎吗？自己先去吧。师傅，看到了吗？我今日非猎掉他不可。这。撤！撤！你们俩过去看看。爹。好剑法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不爱骑马吗？小时候，爹曾教我骑射，还是有些底子的。每天沉鱼享乐，也不练习。既然来了，就跟着。爹，儿子刚才看到有一只小鹿，往那个方向去了。我去瞧瞧。走，走。怎么了？去！你这是做什么？爹多年来不愿见母亲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引爹前来，您真的一点都不想他，不想看看他吗？明明从前您那么爱他、疼他，为什么爹变了？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？想到他，为父就不好受，所以宁可不去想，不去见。爹难道还会为娘感到伤心吗？行了，回去吧。爹，等等。娘坟上的花开得好看，请爹带回去，插在瓶中。他若是想念您，透过这花，也许能看到您。我知道，他一定很想念您的。灵魂之说都是些无稽之谈，我们习武的，从来不信这个。不管怎样，这是我娘坟上开的花，您带回去养着也是赏心悦目啊。
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花花草草的。今日念你思母心切，为父也不想训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这。那只独领南星是你放的吧？猜测无凭，总要让你亲眼见着才是。新夫人没有地宫，只是简葬，只有棺没有椁，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。生有宣冕、福位、古禄、田宅之分，死有棺椁、小青、矿垄之度。很难想象，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。 我要开棺了，你若是不忍看，可以去上面等我。不用，这是我娘。来，3、2、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，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比，明显要小一些。他的左手手腕骨也是畸形的。令堂去世前，可有全身无力、头晕头痛、四肢麻木的症状。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，请了大夫也不见好，之后便每况愈下。 整日头晕恶心，精神不振，到了最后，甚至常会说胡话，浑身抽搐，疼痛难忍。那就对了，这正是毒理南星中毒的症状。毒理南星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骨骼缩小畸变，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。 便是毒瘾入脑，是中毒最深的表现。你肯定吗？我从小跟着师傅耳濡目染，不会有误。我想，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，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种子伴着尸液进到了土里面，才会生根发芽。 我娘一生与人为善，
委屈都自己咽进肚子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人呢，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。这毒，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，需长期服下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。也就是说，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，外人不可能做到长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。我昨日让你在祭礼上看看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蒋相，今日陵园里那束花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底下的丫鬟们不晓得缘由，插错了。这么不小事的丫头，找出来杖毙。是，但此事应该只是巧合，主母无需过分忧虑。若只是巧合倒还好，只怕是有人故意。主母说的是二公子。你说，他不会是真看出什么来了吧？奴婢觉得不像。二公子以前来陵园，都是颓唐模样，今年也是如此，没有什么出奇的。以二公子的性子，他知道了定会大吵大闹，怎会像如今这般安静？再说了，就算他知道了，又能如何？没凭没据的，凭他现在这副窝囊模样，也不能掀起什么大浪来。还是主母好手段，将他养成这般废物。府中的吃穿用住都是他管着，而我娘，就是回到京城1年后才开始生病的。曾子曰：“慎哉，孝之大也。”杏儿写的真好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一开始，府中请了许多大夫，治了许久都不见好，病反而越来越重了。我很着急，我也不玩了，我天天陪在他身边，哪儿都不去。可他再也没有好起来过。后来，我去找爹，爹也不肯见他。娘，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走啊！无论娘在哪里，都会保佑你的。你一定要听爹爹的话。为什么爹爹还不来看你？爹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星儿，无论如何，他是这个世上最疼爱你的人。娘不求你像爹爹一样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儿，娘只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。这是娘唯一的心愿。以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，娘陪不了你了。娘，我不要你走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我娘。我爹都再没来看过他一眼。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我娘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的宠爱。
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将我们母子俩弃入敝履？好帅啊！果然人还是要靠打扮的。可叹小白什么时候变成了纨绔子弟？什么叫穿白衣服就成纨绔子弟了？我可记得秦公子可是比小白大1岁，这穿的也是更讲究啊。你懂什么？本公子这是貌比潘安，年轻俊美，自然要穿得讲究些。臭美！你还是学学人小白吧，又帅又谦逊。我们快出发吧。好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苏家新法复刻本，只卖10两银子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哎，客官，您看一看，怎么样？只要10两银子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现在挺这么回事，真的假的呀？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看一看花布了，慢走啊，客官。苏家新法复刻本，只卖10两银子。苏。这新法从何而来？客官，要吗？能告诉一下这新法的来路吗？客官要是不想买，还请别处看看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苏家新法，只卖10两银子。哎，来，其实这新法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客官要是想要，啊，我这多的是啊。谁知道你这新法是真是假？要我也能写一本出来。这位公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这可是从石先生手里犯来的。石先生？对啊，保证是真的。你见过石先生吗？这石先生啊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这谁也没见过。不过这新法，他保证是真的。你这新法我全买了。谢谢客官，谢谢客官。苏家新法，10两银子一本。来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！苏家新法，拿好啊！哎，谢谢客官。苏家新法，哎，两位公子看一看苏家新法，10两银子一本，超级划算的，看一看，瞧一瞧。你这新法从何而来？从石先生那里买来的。你这些我全要了。哎，公子，你真是豪气啊！最近要不是手头紧，我才不会卖这些东西呢。此话怎讲？我听说，就是因为这个新法在江湖上流传开来了，那苏家的掌门人竟然引咎自杀了，这个门派就算是没了。来，哎，谢谢谢谢。那个石先生，肯定和魔教有什么关系，雁过留痕。一定能找到蛛丝马迹。二位可是萧公子、秦公子？正是。风姑娘和冷姑娘也刚到店里，这不叫小的来接二位。哎，等等，冷姑娘是冷凝姑娘，风姑娘是风彩彩姑娘。正是。风大侠风千位之女风彩彩。人如其名，风采超群，武功超强，又知书达理，可谓和少庄主身份门当户对，堪称精品。门当户对。冷大侠冷饮之女冷凝，若将风姑娘比作精品，那么冷姑娘可就堪称神品。看
来这冷姑娘在秦公子心里可真是分量不轻的。在下先行告辞，一会儿咱们课堂见。快带我进去，走。好，这边请。衣服不错嘛。嗯。怎么要见冷姑娘，紧张啦？来了。哪一个是冷姑娘？其中最貌美、最出众的那个呀。久仰冷姑娘大名，幸会幸会。我不是冷姑娘。好久不见，冷姑娘。春花姑娘，这位才是冷年姑娘，这位是风采采姑娘。啊，冷姑娘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穿着男装？我差点没把你认出来。女子为何不能穿男装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冷姑娘穿男装更显得英姿飒爽，比秦公子穿的好看多了。我男装不好看吗？当然。秦兄这一路有人作陪，怕是一点儿也不累。我倒是累了，不如回房休息吧。哦，大家路途劳顿，还是先用餐吧。大家请用。公子，你我二人许久未见，彩彩这次前来，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是我亲手缝制的一件长衫。公子的衣服大多素淡，以后要担当大任，还是着些重色长衫为好，以示沉稳。凤姑娘有心了，在下感激不尽。衣服的尺寸还是按照去年做的。我精心准备的衣服，小白穿着才好看。你这个算什么？谢过凤姑娘，这件衣服华贵，我必当妥善收纳。唉，冷姑娘一身帅气的男装，我好生羡慕啊。所以风姑娘不如把衣服给我吧，我来试试啊。这是萧公子的尺寸，春花姑娘要是喜欢的话，彩彩再做一套送你便是了。好啊，那就多谢彩彩姑娘了。那这个衣服就放在我这保管吧，以后小白的衣服啊都由我来保管。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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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白，多吃点肉啊！春花姑娘，谢谢，我还是自己来。此次行来，我与春花姑娘交谈甚欢，姑娘真是伶俐，不如与我一起去秦府坐坐如何？秦府与凤鸣山庄不同，姑娘若是喜欢，久居也可。秦府历来莺啼燕语，姹紫芳菲，春花姑娘小心晃了眼睛。我倒觉得，凤鸣山庄重湖叠山，云树烟霞，总好过那些瑰丽俗艳。彩彩，你说呢？这里不是秦府，秦公子应该看仔细些。
好你个秦流凤，利用我刺激心上人吃醋，哼，看谁利用谁。能够得到秦公子的青睐，这是我春花的福分。不过这件事情吧，还是得问问小白，毕竟我现在可是凤鸣山庄的贵客嘛。啊？那萧兄意下如何呀？秦兄，你不要为难我了。萧兄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带春花姑娘去我府上做客，怎么就是为难了？哎呀，我这么可怜，公子当然是舍不得了。再说了，秦公子身边这么多姑娘相伴，我还是留下来陪小白好了。毕竟我的命也是小白救的，岂能有大恩不报、说走就走的道理啊？是吧，小白？春花姑娘好一副利嘴，在下佩服，佩服。死了。贺星主进入千月洞之后，再没放出信号。也罢，本来这次就是和上官秋月礼尚往来一下，警告他少打我传奇谷的主意。你们还是全力以赴寻找长生果。那医圣死后，长生果一直杳无音信。继续找，遍地撒网的找，有妨碍者杀。是。尊主，医圣怎么会变得如此弱不禁风？属下知错，是属下给了风千卫做人偶的药水。起来吧。一枚长生果，就让白道的那些人乱成一团，做得好。只是这傅楼也不是贪婪之辈，为何这次会对长生果死盯着不放呢？听闻傅楼所为，都是因为他的夫人。这么有意思。姑娘何事？这有一件事情吧，想要拜托你一下。姑娘请讲。事成之后呢，还有赏银。正好，小的有一间客房，刚好符合姑娘您的要求，不然小的带您去瞧瞧。哎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哥哥整天为你提心吊胆，当然得如影随形。怪不得店小二带我来这里，他是你的人啊。那客栈里的其他人呢？杀了。杀了？滥杀无辜，不好。哥哥怕你住得不舒服，所以特地把这间房收拾了一下。你看这间房又宽敞又大，多适合你。
怎么？难道你收买店小二，不是为了住得舒服一点？我是想跟小白住一间房，你自作多情什么？看来妹妹另有所图。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就是想跟小白住一间，却被你调到这里来了。哎，哥哥呀哥哥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这可是我苦心孤诣想出来的计策。哎，是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找遍了整个凤鸣山庄，我都没有找到心法。我就在想，这心法到底在哪儿呢？会不会在小白身上？于是乎，我就想趁此机会，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偷出来。那是哥哥错了。不，哥哥当然没有。我知道哥哥对我好，只是我这绞尽脑汁，这好不容易想出的办法，还被哥哥给搅没了。你说真是？那哥哥再宽限你几日。龙掌门，龙掌门，久等了。风掌门，风掌门可曾替老夫问候盟主？不知他身体是否好转？啊，盟主虽然说抱病在床，但仍事事亲力亲为，主持大局。老夫本来满心盼着风掌门能带来些长生果的消息，在下看风掌门的状态，怕是要失望了。冷掌门说的轻巧，这个小丫头一口咬定她就是失忆，半个字都吐不出来。凭老夫的观察，怕是问不出一些有用的消息。哎，倒不如你我二人速速行动，另查长生果的线索，以免让他人抢占了先机呀！风掌门所言有理。床前明月光啊！确实，今晚的月色很美。这一世，萧公子和春花姑娘真是好雅兴啊！公子，你可还记得我们儿时一起练武到3更？记得。当时的月亮和今天一样亮。这风姑娘果然是习武之人啊！这大晚上还声如洪钟呢，让人根本睡不着觉。打扰春花姑娘休息了，失礼，失礼。春花姑娘，你要是累了，就早点歇息吧。
春花姑娘，对不起。啊，好罪恶呀！不过我喜欢。可恶的上官秋月。小春花怎么如此不小心啊？哥哥怎么回来了？不回来怎么知道？小春花还真的准备使用美人计啊！你怎么就那么若无其事？每次你都随随便便出现，刚才还偷看我洗澡。妹妹又不是别人，哥哥也不是偷看。再说了，妹妹从小跟哥哥一起长大，你身上什么地方哥哥没看过？小白不解风情，哥哥胡搅蛮缠，这个洗头也太疯狂了！啊这！春花姑娘，可是遇到什么事了？嘘，我刚在我房间看到一只好大的老鼠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啊，明天诗会要早起，姑娘早些歇息吧。小春花，记住你是妖女，不是仙女。哥哥上次说过，不准用美人计，丢人现眼。你这次来，肯定也是为了明天的诗会吧？我跟你说，他们白道人多势众，你讨不到便宜的。妹妹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天气这么好，副谷主是想去参加诗会吗？少在这装糊涂！想必诸位对各家心法被盗之事都有听闻，我等应该更加警觉，维护武林正道。今日的诗会便以“论正道”为题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好。秦公子，你不觉得这首诗有点耳熟吗？好像是李清照做的诗啊。初次听闻并不觉得，而且，李清照是谁啊？秦流风这样的才子会不知道李清照？难不成系统就是这么设定的？这就好办了，今年诗会状元肯定是我。上官秋月，你别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。来呀！堂堂传奇谷谷主，
怎么沦落的和白道人一样软弱了？哼！现在有3位星主，埋伏在离我只有2丈远的地方，几十名乐仆也正蓄势待发。上官洞主的袖子里，还藏有3味毒药。只要我出现杀意，便会立即出手。你单打独斗就能纵横武林，还需要这么多人来对付我吗？还不是想试试副谷主有多怕死？哼！上官洞主说笑了，人生在世，谁不想长命不死？风姑娘这首诗，真是豪情壮志。那在下也就献丑了。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？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好，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？好一个视死如归啊！少庄主当真是大侠风范，好诗好诗。好。我来赋诗一首。姑娘请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伶仃杨里叹伶仃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这不是文天祥的过伶仃杨吗？系统还真是偷懒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这冷姑娘还真是冷薄绝情啊。父母且不顾，何谈子与妻？少盟主虽然是大侠风范，可对身边的人，真是冷淡啊。冷淡？我又不是萧家的人，冷淡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听说你昨天还给萧家的灵位上了香啊？你看人冷姑娘一身正气，再看看你，跟野鹤一样。一点都不般配。春花姑娘，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你就不要嘲笑我了。正如姑娘所言，舍身取义，则为正道。所言甚是，舍身取义，方为正道。萧公子和风姑娘站到一起，可真是一对璧人啊！才貌双全，连衣饰和神采都如此般配。家世也门当户对。去他的正道，去他的舍身取义，去他的江湖规矩。春花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还以为诗会有多烂呢，不也就这样，贼没意思。江湖规矩年年如此。江湖这么大，规矩这么多，怎么快恩仇？说得好，不如我们就破了诗会这个规矩。正所谓，不破不立。秦公子有何高见？不如上台说与大家听听。哼！我居北海，君南海，寄雁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公子这首诗与我们今日的论题有什么关联？这江湖正道就如这诗中之景，聚时有意，散时有情。古人云：情深意重，若情不深，如何意重呢？秦公子说得甚好。副谷主手刃仙师，囚禁师母，遁入魔教，还煽动我千月洞叛乱。你一路做到传奇谷谷主的位置，靠的不是苟活，而是亡命。哼，眼下我只想求到长生，再趟亡命。副谷主现在身强体壮，等到80岁再吃长生果，效果更佳。何苦急于一时呢？怕是这长生果不是给自己用的吧？人嘛，
一旦有了牵挂，做事难免慌乱。想不到副谷主是个有情之人。上官秋月，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！自古情义两难全，若要真的面临选择，还应该舍情取义。那彩彩姑娘的意思就是说，所谓江湖道义，就是要人去做一个无情之人了。若为苍生，宁可做个无情之人。如此，方得正道。好，那我也要吟诗一首。姑娘请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诗，好诗，好一首悯农诗啊！春花姑娘，好文采。哎，我还有一首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这叫什么诗？怎么了？这是秦公子7岁时做的诗，你不知道？这竟然是秦流风的原创，系统在开玩笑。儿时细作，春花姑娘有心了。谁有闲工夫去背你的诗啊？我只是一时兴起罢了。我还有2只黄鹂，1只红线，不吉利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以前有一个人告诉我，这是首伤心离恨之词。每当他念起时，都故作镇定。现在的副谷主，跟他当时一模一样。原来上官洞中也有牵挂之人。不，他早就死了。可副谷主牵挂那人，看来还苟延残喘着，只等长生果续命呢。是你那抢来的师娘吗？你。傅楼，没想到你也在找长生果。长生果的消息，只许你们白道知道。你看见长生果了？哼，蠢货，还想跟本座套话？冯掌门杀掉医圣，不成问题。本座可没有那么好对付。副谷主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！堂堂西沙派掌门，为了长生果竟然杀掉医圣。若是被你们所谓武林正道的人知道，谷主，有话好好说。好，那你去把那名死而复生的女子抓来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
月这2个字不能提。春花姑娘，大家先冷静一下，在下学过几招岐黄之术，待在下看看，咱们再做判断。怎么样？不急。在下早年间曾学过几招针灸之术，待我给他针上几针，片刻就会醒来。从没听说过秦公子也懂医术。春花姑娘，你可醒了？啊，我头疼，我想回去睡觉。春花姑娘方才定是饮了酒，又吹了凉风，我让风姑娘带你回客栈。不要，我自己就能走。他是装的是吧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各位少侠，是何用意？今日是我武林正道盛会，这丫头信口雌黄，偏偏说出那2个字，莫非本就是魔教妖女？是在下疏忽了，忘记告诉春花姑娘这些忌讳，但姑娘也并非有意。少庄主侠义，可这姑娘究竟是何身份？少庄主与她又是何关系？竟要如此为她开脱？在下并非为春花姑娘开脱，只是我觉得错不在春花姑娘，而在秋月2字。怎么？区区2字，竟让诸位如此惊慌？我等应该同心协力铲除魔教，不应在此咬文嚼字，忌惮区区一个名字。莫非诸位真的怕他？我等自然不怕他，只是不屑提这2字罢了。即使不怕，将来铲除魔教，匡扶武林正道，还要仰仗各位。今日风雅盛会，不要让兵器出鞘，寒光闪闪，坏了气氛。我特意请了几位乐坊姑娘，且听几曲清音，添些诗情画意，如何？2位姑娘，请。多谢秦兄大义。你以后谢我的还多着呢。幸亏我聪明伶俐，不然……他怎么又来了？酒量不行，还偏要逞强。哥哥这是要干嘛？不是吧？既然小春花不想吃药，那哥哥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办法来了。
哥哥你就别戏弄我了。为了给你偷心法，我命差点都没了。哥哥还是很心疼你的，还特意跑来帮你解酒。我何时提心法了？对了，哥哥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要是被人发现可就完蛋了。怕什么？把他们都杀了不就行了？嘘。来了，拿出来。何物啊？你明知故问啊。心急，吃不了热豆腐。留步。我爹托人打探，花家坚称，花小磊已死。死因为何？花家对此事讳莫无言。不过，等你看到花小磊生前画像，或许你会对此事另有判断。这画像你是不是看过？我怎么可能看过？我秦某的为人，你还不相信吗？不信。哥哥，我有件事儿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萧白那个未过门的妻子花小磊，死于火海。确有此事。连尸体也没有找到。不错。那到底是谁纵的火？纵火的就是你。怎么可能？小真花可别忘了，萧家失火时，你也在萧家。我也在。你骗我，我不信。小真花果然健忘，你呀，以前鬼点子多，所以就混进了凤鸣山庄，说是要替哥哥偷心法。哥哥说的可都是真话，我真的是纵火的那个人。千真万确，不过是杀人放火而已，紧张什么？萧兄，如此下去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一睹花家小姐的真容啊？哟，离生记的鞋。哇，星云记的项链。秦兄，你还是出去吧。啊，来。这神神秘秘的，谁稀罕？我还是不信。妹妹这是怀疑哥哥。不敢，我怎么敢怀疑哥哥？春花姑娘在吗？
我在啊，风姑娘，找我何事？这次诗会，我特地带来了土产新茶，不知道姑娘肯赏光，与我品上一品吗？好啊，那我这就来开门。去吧。春花姑娘，风姑娘，我这酒醉未醒，实在是不方便与你相见啊。那你正好喝些新茶，我替你解酒啊。风姑娘，我与春花姑娘有要事商议，你不如稍等片刻。既然萧公子与春花姑娘同在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萧公子，你怎么？我来找春花姑娘，有要事商议。可我刚刚明明在她屋子里听到你的声音。风姑娘怕是听错了吧？我刚刚明明在秦兄的房间。难道是尾生之术？春花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要进来了。风姑娘可能是因为诗会之事过于紧张了。可我明明听到是2个人。姑娘怕是累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既然萧公子要与春花姑娘讨论要事，我便不打扰了。姑娘，你好些了吗？不好，一点儿都不好。哎，我就觉得我这个头晕啊，胸闷，还想吐。小白，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发烧啊？我这就吩咐小二去拿一些醒酒汤来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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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白，你陪陪我就好了。春花姑娘，其实我是有要事要请教姑娘。既然姑娘酒醉未醒，那我还是改日再来问吧。小白，姑娘酒醒了。小白，你陪我出去吹吹风吧。小白，姑娘，请先说。今夜秋风习习，月那个朗星稀，你也觉得不错吧？姑娘不妨直说，百无禁忌。不是不能提吗？害得我装醉。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
出来吹吹风，果然清醒了很多。姑娘没事就好。小白，今天诗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没有想起来其他的诗，一时词穷我就……姑娘并没有错。若非魔教兴风作浪，武林岂会人心惶惶？只是之前的事，春花姑娘一点都不记得。我是上官秋月的妹妹，还是我放火烧了凤鸣山庄？不记得。不过小白，你有话就直说吧，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。关于姑娘的一切，在下我都想知道。既然秦公子无心对弈，那我就不浪费你的时间了。冷姑娘留步，秦某给你赔个不是，秦某并非心不在焉，只不过有些事情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莫非又与那春花姑娘有关？怎讲？诗会那天，春花姑娘一鸣惊人，可算得上是名扬天下了。春花姑娘并非武林中人，不拘小节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你这般袒护，好像本姑娘故意责怪了她似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本姑娘才不在意你什么意思。秦公子一句一个春花姑娘，不如找那春花姑娘说那蹊跷之事去。可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我醒来之后的事情。那在醒来之前发生过什么？姑娘是不是被贼人所害，或者……我只记得，我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人是你。我有话要跟萧公子说。风姑娘，你有何事？武林之事，春花姑娘怕是不感兴趣。春花姑娘，你9岁方醒，还是回屋早点歇息吧。好吧。姑娘，请讲。今日诗会，风姑娘，今日春花姑娘并非有意，只是酒后胡言乱语罢了。公子为何如此轻信春花姑娘？我武林正道，行事光明磊落，从不妄自怀疑任何人。更何况，春花姑娘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弱女子，她心思单纯，只是有时行事鲁莽罢了。
并未有恶意。可我明明在门外听到尾声之术，打开门只有春花姑娘一人，这作何解释？风姑娘，在下自有分寸，只是现在不便言说。公子，天听则暗。谢姑娘提醒。天色已晚，我送风姑娘回去歇息吧。还有一事，小女送给公子的衣服，不知是否合身？在下还没来得及试穿。倘若不合身，公子记得告诉我，彩彩随时裁改。没想到秦公子这样的才子，也不是花拳绣腿之辈呀。三脚猫功夫不及枭兄一二。春花姑娘和枭兄昨夜聊得可好啊？很好啊，还去吃了点宵夜。哦，对了，秦公子，我推荐给你啊，路边街角有家馄饨店特别好吃。姑娘对身份有所隐瞒，可是有苦衷啊。隐瞒？我有大魔头哥哥，还是我是纵火犯？换作是我，就不会这么傻。若是被公子知道，岂不是……秦公子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就听不懂啊！昨日诗会之事，枭兄虽不至于怪罪春花姑娘，可若是春花姑娘有心欺瞒，枭兄心中必会生出嫌隙。到时候，你们家小白被别人捷足先登，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秦公子说笑了，我一个失忆之人，怎么可能会有所隐瞒呢？对吧？春花姑娘可收拾好了？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准备回去了。多谢冷姑娘提醒，我这就收拾。爹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昨日诗会之事，为父已有耳闻。果然如爹爹所言，此女子不可信服。况且，还不仅如此，昨日春花姑娘露出了马脚，伪装成萧公子的声音，与我隔门对话。果不出我所料，伪声之术，乃魔教独有，常人岂是轻易能会？可昨日我与萧公子说于此事，奈何女儿没有证据，使她无法信服。唉，盟主重病，有心无力，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呀。你把他带到城郊树林，为父在那里等着你。你我二人对他审问一番，必定可以问出更详实的证据。等我回了凤鸣山庄，我就能跟小白单独相处。春花姑娘今天不必回去了，我和少庄主说了，要和你出去逛一逛。什么意思呀？